你有没有想过，地球可能不是实心的，而我们脚下的这片陆地，只是包裹在一个巨大的壳子外面，里面或许还藏着一个完整的世界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球空心论。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它的故事可不止100年。在古老的神话、传说，甚至一些探险家的笔记中，都曾提到过，在北极或南极，可能存在一个通往地心的入口。想象一下，冰雪的尽头不是冰川，不是海洋，而是一个巨大的洞口，向下延伸，通向一个温暖的世界。里面有阳光，有森林，有河流，甚至还有古老的文明默默生活在那里，从未与外界接触。这个想法并不只是民间幻想。早在17世纪，英国天文学家哈雷，对，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位，就提出过一种大胆的模型：地球是由同心圆的空壳构成的，中间可能还有小型的太阳提供光和热。当然，没有实锤证据，可几百年来，这个说法一直有人信。在20世纪初，一位叫理查德·伯德的美国探险家声称自己在北极飞行时看到过一片绿色的土地、树木、湖泊，甚至还有巨大的动物。他甚至在日记里写道，他与地心人有过接触，但这些记录在他回国后被军方封存。听起来像阴谋论，也许吧，但北极的确有太多未解之谜。首先，我们至今没有完全探索过北极的所有区域，卫星图像常常有奇怪的模糊区或黑洞遮盖，有人认为那是为了隐藏入口。其次，北极磁场异常、罗盘失灵的现象，也让不少人怀疑，那里的地质和能量与地球其他地方完全不同。更神秘的是，在一些原住民的口述传统中，他们的祖先并不是从外部世界迁来的，而是从地下的国度走出来的。这和地心世界的概念不谋而合。如果地球真是空心的，那意味着什么？它会颠覆我们对行星结构的认知，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对生命分布的想象。或许，地球的表面只是其中一层舞台，而幕后还有另一场生命的盛宴。当然，主流科学有自己的立场。根据地震波的观测，我们知道地球有地壳、地幔和地核，并没有中空的巨大空间。但这并不妨碍一些人相信，官方的说法只是对外版本，真相或许被深藏在极地冰层下，只有少数人曾经看见过。不管怎样，地球空心论的魅力就在于，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以为熟悉的家园，可能还有一面从未揭开的面纱。也许某天，当极地的冰雪彻底融化，那扇传说中的大门会再次打开，而我们将第一次见到脚下世界的另一面。